大家好，在说明玉米笋采收所需的准备呢，与采收时机前先来跟大家回报一下呢，叶用萝卜呢已经可以收成了。现在在采收的呢是叶用萝卜纯吃叶片而已采收的方式呢，可以进行摘叶或是整株采收但是吃的都是叶片而已。而这种植的时间呢，只需20几天但是口感呢，个人是觉得没有很惊艳影片一开始就这样自泼冷水影片是要如何才能让人家看下去？但是说真的相对牛起萝卜而言呢，牛起萝卜叶呢还更为细嫩好吃不过呢，这是个人观感问题后来猜测说不定这是拿来腌制酸菜用的。不管如何还是得把实际食用感受分享一下，也顺道呢把叶用萝卜种植的影片给结案掉。至于 Goffy 为何老是会从前方出现其实也不是很清楚明明前方呢才又启动整理根本就走不过去但它就是可以由前院再从影片的前方呢钻出来，应该是不可能有地洞或狗洞才是毕竟呢就是没有看过然后会从该处钻出来过。该进入主题了，首先来看一下日前将杂草拔除后呢，土壤的变化。这土壤的表面湿度呢，明显变得比较干燥不过呢，因为采用慢腌的方式其实土表底下呢却维持很好的湿度等一下覆土的时候呢，可以顺便看一下土壤湿度。而本片的另外一个玉米笋种植重点呢，是要摘除上方的公花至于原因呢，影片后方有详细的说明。准备要进行覆土之前呢，看到了玉米笋的叶片中躲了好几只的金龟子这对玉米笋是没什么影响但对玉米而言呢就不好说了。玉米笋呢生长到一定阶段后它的根系呢就会再长出第2层跟第3层的根这根系呢会出现在比较高的位置然后自行往下钻个人认为呢，这是它要加强吸收水分跟养分的表征当然呢，这也有自我保护可以更为稳健降低被风吹倒的可能。不管如何此时进行覆土呢，算是不错的时机在中间挖出一条沟槽呢，土壤呢直接就拿来覆土也可提高水分的提供日后浇水呢就浇在这沟槽里面可以提供更多的水分。而在这中间埋下的药渣呢，发酵后的产物呢，更可直接怎样转化成肥料。挖起时呢，其实看到了许多小蚯蚓这算是边养土的目的而这样的做法呢，算是巧合的呢，孕育了2代蚯蚓至于为何一直很在乎蚯蚓存在的这件事情主要是呢要让土壤不断的自然循环也因为呢不断的保持土壤的活性面对这种比较吃肥的作物接下来呢这块地要继续使用自然农法呢，就不会增添太多难度其实呢这也算是一直靠着蚯蚓在执行薄肥多施来维持地力因此相信靠自然的农法呢就可以种好作物的观众朋友，这其实有个前提就是要善待土地不然呢所谓的自然就变得天真了。
也因此呢，个人是花了很多时间与方法不断的利用自然循环的力量呢，把土壤的生命找回来了。虽然有时候呢，想法也是很天真不过呢，有尝试就有机会不然呢，何谓自然农法？如果要达到自然农法的极致呢，我看只能吃野菜的。您知道谁最爱吃野菜吗？好野人有钱人的台语其实呢，我觉得我很会美式幽默，但如果有机会接触到有钱人就真的会发现他们也是真的吃得比较清淡而且也比较有能力来注重养生了。所以呢，如果你向往过有钱人的生活呢，也不用妄自菲薄并没有很难自己种点菜呢，就可以过有钱人部分的生活了。下方处理完之后呢，继续再来处理上方根据很专业农户的说法呢，玉米笋上方开出公花时呢，可将公花摘除这样的目的呢，第一是可避免下方的玉米笋被授粉。不过呢，这对于家庭种植呢，显然说服力还不够毕竟种的数量不多生吃都不够了，哪还会怕它授粉长成玉米？但是如果是这样割除呢，可以让养分集中到玉米笋上可让玉米笋长得更为饱满与好吃那就很值得这样做了。不过呢，个人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把公花割除后呢，可避免一堆麻雀在那边捣乱了。但若是要种玉米的话，麻雀反而会是益鸟。当麻雀在上方啃食公花时呢，反而会咬落公花上面的花粉帮忙授粉。上下都处理完呢，中间部位的采收呢，就顺道也一次说明完当上下出现前面所提及的开出公花或长出新底根的现象时呢，很快就可以进入一段呢玉米笋的采收期了。采收的时机呢，就是玉米笋吐出玉米须2到3天后这跟天气日照有关天气热的时候呢，生长的速度会比较快因此采收时机与大小个人是建议搭配需求量与作息就好。至少呢，采收的量呢，可凑成一餐为主当然如果真的数量比较少呢，也是可以像这样先行采收但是呢，不要将外壳剥开直接先冰在冰箱保鲜等隔日呢补成一餐后呢，再进行煮食，也是不错的方法啦。先来看一下刚才修剪下来的公花，玉米笋隔日有再采收一次等一下再看即可。这公花上呢，红红的就是花粉。若想留种的话呢，就不要剪下再将第一根玉米笋留下进行留种，别留后面才长出的玉米笋才不会占着地可以比较省时。至于公花的处理呢，就赏给这些隔壁婶婶新养的小鸡喜欢听自然鸡啼声的观众朋友呢，大概还要1个月吧。玉米笋进入采收期大概每1-2天就可采收一次了。如果搭配先行育苗偷取种植时间的种植方式呢，大约1个月就可以进入采收期了。因为用途比玉米还广这也是个人偏好种玉米笋而不是玉米的原因最后把采收的大小呢，让你看得更清楚个人判断的原则呢，就是玉米须长到可以捏成一小球状的红须防狗往内呢
种的是结球莴苣与波士顿莴苣啊。看 Goffy 这样绕道而行哈，也算是初步的成效了。谢谢收看。